谭爷爷一声呼唤，萌兰飞奔而来。原来萌儿一直都是温暖治愈的小熊。即便已经6、7年没见到谭爷爷，但萌兰依旧记得对方上来就是一顿热情贴贴，还给谭爷爷表演了自己的拿手绝活一字马。默默儿真的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他会竭尽全力给爱他的人带来欢乐。为了能和姨姨们互动，这小子居然不顾奶爸的阻拦，直接趴在玻璃上极为卖力的越狱，连小脚丫都呼在了粉丝脸上。只可惜萌兰和两脚兽不是双向奔赴，他为了粉丝宁愿跨越千山万水，可对方为了宝贝的安全还喊来了奶爸。萌儿从前是为了自由翻上墙头，可如今却因为心爱的粉丝，虽然没有成功越狱，但萌兰的这种精神早已感动无数网友。有些小熊一上班就睡大觉，而萌兰永远是精神抖擞。他每天都用最好的状态迎接粉丝的到来，萌儿甚至在一大早也要整活。游客还没到齐的时候，这小子就已经登上木甲，默默准备好上早朝的霸气姿势。然而当游客们安静观察时，一向人来疯的萌儿当然不满意，他生怕两脚兽情绪低迷不高兴，于是他为了哄对方开心，直接抱起来自己的大长腿展示。本来鸦雀无声的场馆，因萌兰的这一举动瞬间沸腾起来。只能说这小子是懂拿捏人心的。大多数小熊没到下班时间就着急回家，不是敲门砸窗就是向饲养员甩脸色。可善解人意的萌儿却很珍惜和粉丝在一起的时光，即便是困到双眼迷离，奶爸都看不下去，喊萌兰回去睡觉。可这小子依旧挂在树上一动不动，就连回头望一眼不肯。懂事的他第一次忤逆奶爸，竟是为了宠粉。况且萌兰明明早已实现上下班自由，却为了姨姨们甘愿加班，这样的小熊怎么能不令人心软软呢？人多时萌儿在木架上安心吃播，照顾到美味两脚兽的镜头方便拍照。不过他偶尔也会来到窗边干饭，明明竹子就在墙边摆放着，萌兰在拿到手后偏偏来到粉丝身边吃。他甚至挪一下屁屁和对方贴贴，只见宝贝时不时的回头，像是在询问两脚兽拍好了吗？要知道熊猫咩咩叫是因为兴奋，萌兰一睁眼看到两脚兽也会发出这个声音，对他来说粉丝就是满满的安全感。如此帅气又善解人意的小熊，任谁看了都无法自拔，难怪姨姨们纷纷喊话嫁给萌儿。吃播一姐小新有多喜欢南瓜，就算是亲儿子也别想从他口中夺食。只见欣姐正抱着南瓜大快朵颐，馋得哈喇子直流的好蛋儿在旁边疯狂捣蛋，下一秒小新就一把按住孩子，心想开玩笑，这可是南瓜呀。然而他好不容易吃到嘴里后，好奇宝宝还想熊口夺食。欣姐摸摸小家伙安慰道，儿子你看错了，那是幻觉。这姐说什么也一点也不让，最多也只是让儿子舔舔嘴巴里的味道。只能说南瓜公主绝对是事业型女强人。别看小新此时翻脸不认娃，但大多数时间她还是尽职尽责的宝妈，动不动就将儿子捧在手心，仔仔都被老妈舔得怀疑熊生了，估计没多久就会成为粉色口水小熊。只可惜南瓜的魅力实在太大，就连从事吃播行业多年的她也把持不住。要知道欣姐可是凭吃播出道的，当年抱着南瓜吧唧嘴的视频一经流出，直接火爆出圈，就连国外网友也深深迷上她。一个视频就在外网有几千万播放量，小新还逐渐开拓其他食物。本以为他只是在吃南瓜时游刃有余，实则对竹笋也是信手拈来。超大鸡头笋没一会就被一姐光速扒开，这动作相当娴熟。吃播一姐真不是吹的，拥有多年吃播经验的欣姐吃苹果时，一举一动都能迷倒万千粉丝。嘎嘣脆的声音让两脚兽网友们都纷纷觊觎起来他的脖子。不过小新每天果果南瓜吃不停，这就导致他拉屎也很大坨。相比于其他小熊温柔制造青团，他却直接拉了条青蛇。只能说这姐为吃播事业付出了太多。而小新之所以对干饭情有独钟，根本原因就是牙没几颗就开始搞吃播。别家母女是亲亲抱抱举高高，小丫头和闺女的相处模式则是同频干饭。只见母女俩正对着镜头豪放炫俗，妈妈咬一口，小新便紧接着跟上，这状态简直就是复制粘贴。看来他小年纪就有超越亲妈的架势。虽然小新如今已经7岁，但看起来还是以前那个的干饭小孩。他不仅拥有颜值逆生长的童颜，就连行为上也有些许幼稚。作为拥有一个山头的山大王，整天想要征服世界的他，动不就欺负小树。200-300斤的小新刚爬上，就听到小树断裂的痛苦哀嚎。本以为小新爬到树顶就此离开，结果他下一秒又拿起来树枝品尝。这姐什么都想吃，不愧是搞吃播的。希望欣姐的娃能快快长大，到时候和他老妈一起出外场干饭。原来大熊猫也着急下班，多待1秒都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普普上一秒还在疯狂营业，下一秒察觉快下班了，就径直冲到门口哐哐砸门，不免让人怀疑这小子被血液上身。还有网友曝光普普的黑历史，着急下班早已成为常态。普家银行家少爷身上真的没藏闹钟吗？同样是上班积极爱整活的灵颜，也逃不过下班拆门定律。奶爸只是晚了几分钟给这小子开门，气不打一处来的胖颜就决意要整顿职场，教对方什么是时间观念。只见他坐在门口一顿拳打脚踢，不仅随时变换着姿势砸门，甚至还对着门张开了血盆大口。
眼见奶爸迟迟不来，这小子愈发疯癫，心想再不来就给小门收尸吧。估计隔壁邻居麦麦都受不了噪音了。网友辣评：快给这活爹开门吧！然而世间的参差各不相同。乐宝作为迷倒万千少女的男熊，一旦碰到饲养员没开门，情绪稳定的他永远都是乖乖等待。凭借高大的身姿，还趁机收获一批颜值粉。只能说乐宝能娶到美娇妻不是没有原因的。瑜伽舞者雅一虽然在上班时间卖力展示绝活，但一听到下班铃声却比谁都要积极，心想老娘终于不用伺候你们这群两脚兽了。他临走之前还要关上小门，莫不是在担心两脚兽跟着自己回家？还有大熊猫离堆上班磨洋工，下班打朝风，他正翘着脚丫享受着惬意熊生，这姿势像极了老式画报。游客本想拍下男明星的妖娆身姿，却不料这小子自带生物钟，不带一丝挽留光速离开静止走出场馆。这一看就是在体制单位上班的，每天要伺候一大群粉丝的萌二，早就对上班忍无可忍。这小子一听到营业结束，装都不装了，之前还是等待回家的落寞背影，紧接着瞬间变脸，为庆祝下班欢呼雀跃起来。二小子属实演出了打工人的灵魂。广东酷酷同样也是一秒不愿多待，只见他飞速奔向小门，然后自信的用小手一扒门就开了。等不及奶爸开门的他，竟还学会自己回家，随后又头也不回的撒丫子走去。不免令人感叹，这身熊皮下藏着人。大熊猫99营业时间绝大部分是吃和睡，即便过上其他小熊艳羡的熊生，可这对于他来说却是牢房般的存在。99每天的状态都是呆滞无神，但听到回家的好消息后，眼里冒出希望之光。只能说这群小熊都是摆烂模范，38红旗手。你还知道哪些着急下班的熊猫吗？连熊栽树后熊乘凉，如果没有巴斯熊猫就不会成为国宝。1991年11岁的巴斯登上央视春晚，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演了投篮、举重、开卡丁车。此后他开启全国各地巡演，所得资金全部上交国家，用于建设和改善大熊猫栖息地。但就是如此优秀聪明的熊猫，却有着悲剧般的童年跟令人惋惜的结局。1980年，巴斯出生于四川宝兴县。4岁的他在觅食时被猎犬追杀，仓皇之中跳进了冰河里，卡在了河道上，身体近乎被冻僵。幸好被村民救起并送到了救助站，因被救的地点叫巴斯沟，所以就给他取名为巴斯。从此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巴斯被救助后不久便被安排到福州动物园。奶妈们在照顾巴斯的过程中，发现他极具运动天赋，学习能力很强，对音乐更是有分与生俱来的反应，便决心将巴斯打造成超级明星。仅用了1年时间，聪明的巴斯便学会了用双腿直立行走，还学会骑车、投篮、举重等杂技动作，凭实力成为了动物园里的明星熊猫。1987年，巴斯受国家林业部派遣，在美国圣地亚哥开展长达半年的巡演，一亮相就轰动了整个美国西海岸，瞬间吸引了300多万美国人前来参观，他们甚至甘愿排队5小时，只为看巴斯表演3分钟。更有富婆豪掷70万想见他一面。巴斯为当时并不富裕的中国赚取了大量外汇。由于巴斯的风采不仅惊艳了世界，更彰显了国家的影响力，因此1990年北京举办亚运会的时候，主办方特地以巴斯为原型设计出吉祥物盼盼，并邀请他表演了投篮、举重等杂技。然而伴随着巴斯名声大噪的是因长期奔波劳累而随之找上门的老年病、白内障、高血压，同时巴斯的脊柱也出现问题，导致只能趴着进食，造血功能也出现了障碍。为了延长巴斯的寿命，基地便筛选出和巴斯拥有差不多血型的大熊猫龙飞，让它成为了巴斯的移动血管，为巴斯连续献血6年，直到生命的尽头。年仅18岁就去了潘达星，而晚年的巴斯告别了那些浮华辛劳的生活，与师奶妈居住在福州熊猫世界。师奶妈始终将巴斯当亲女儿暖心呵护，因为她食欲不振，消化能力大不如从前，奶妈便把新鲜竹叶和胡萝卜搅拌在一起，捏成团一口口喂她吃。成年大熊猫领地意识很强，巴斯却从未对奶妈做出任何过激行为，甚至师奶妈可以边喂饭边给她涂药。奶妈1年365天几乎从不敢休假，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斯兽舍旁的小屋里，夜里几乎每2小时就要起来查看一次。然而离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师奶妈年仅44岁便离开人世，而长时间见不到对方的巴斯，以为被抛弃，连续7天不吃不喝，饲养员只好换上师奶妈的衣服，学着对方说话的语气给她投喂。但或许是太过思念师奶妈，次年37岁的巴斯也去了潘达星。作为雌性大熊猫，巴斯一生都未曾生育过，一生为国家的熊猫种族做贡献，是一位真正的时代英雄。只是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巴斯还会跳进那条冰冷的河道吗？